真的倒没有想到这个位置还上来了一只小青龙啊，挺不错的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脑找彪哥，现在是准备过去捞我们这一趟外海捕鱼的第3个网啊。前面2个网的收获其实还算可以啊，上来挺多的小剥皮鱼的。2个网渔获的数量比较平均，现在就准备拉开海捕鱼以来的第3个网了。第3个网依然也是一个小网啊，目标也是为了捕一些小剥皮鱼跟加鲫鱼之类的吧。这一次开海捕鱼的渔获不算多，但是好在小剥皮数量多一些。目前为止也是没有捕到什么比较值钱的渔获上来啊。这一个网的第1条渔获依然还是一条小剥皮鱼，前面2个网也都是这个样子的。哦，这里倒是上来一条左口鱼哦，好少见的，是今天的第1条左口鱼啊，看起来挺大条的呢。这种是左口鱼，不是多宝鱼啊，简单的清蒸一下就挺好吃的。多宝鱼它的身体比较呈这个圆形啊，而左口鱼它的体型就比较长条一些了。这2种是不一样的鱼种哦，别以为左口鱼就是那种多宝鱼，不一样的哦。左口鱼价格也高些，现在的左口鱼大概1斤也是要60块钱左右，而多宝鱼也就30-40块钱。而且多宝鱼是养殖的比较多，左口鱼基本没有。这边倒是上来2条16枚哦，前面2个网没有遇到16枚啊，倒是这一个网上来了2条。这里还来一条活点鱼，好像第1个网也是有一条活点鱼。这一个网上来的鱼货就比较不一样了哦，但是依然小剥皮的数量比较多一些的。今天的小剥皮每拉一下都有好几条一起上来啊，普遍应该都是3-4条1斤的规格。这一条泥猛就厉害了，直接被螃蟹给咬烂掉了，不能要了，丢回海里面去喂鱼吧。网才刚拉一小会啊，但是感觉现在的风浪明显增大了一些啊，船开始有点摇晃了。今天的天气预报不准啊，明明显示没风浪的，突然在后半夜这里来一点小风浪，虽然这风浪也不大啊，但是多少还是有影响的，船摇摇晃晃，人吹起来是凉飕飕的。真鲷倒是来一条啊，这条也不算小真鲷了，应该有个8-9两左右的规格的，应该算是中大型的真鲷啊。再来一条加鲫鱼哦，有点小风浪一吹，这个网感觉就卷得比较乱一点。渔获是有一些啊，但是没有明显的增多，好像比上一个网还要少一点呢。连续的都有小剥皮鱼上来啊，泥猛鱼也来了啊！今天捕到的泥猛鱼数量也是比较多的，特别是上一个网啊，应该就捕到了有个10斤左右的泥猛鱼了，而且都是比较大条的泥猛鱼啊，普遍都是2条就1斤左右了。特别是现在的泥猛鱼正淡季，基本上肚子里面都是鱼油呢。小香头也来了一条啊，这一个网的第1条香头。去年的小香头数量就比较多，今年就没几条了，但是今年却小剥皮多一些。去年的小剥皮一个网才捕不到2斤呢，今年一个网就10来斤。又来了一条活点鱼啊！今天的活点鱼还挺多啊，像这种活点鱼拿来清蒸，味道还是可以的。这的活点鱼大概1斤也是30到40块钱左右吧，30几块钱。但是我感觉活点鱼还没有像这种香头好吃呢，香头1斤也是20-30块钱而已啊，跟活点鱼也是差不多。这一处位置倒是来了好几条香头了哦，几条香头还有几条活点鱼，但是目前为止是真的一条值钱的鱼货都没有啊，连老虎鱼都没有看到呢。也是奇了怪呀，以前好歹放一次网也是有个几条老虎鱼过来的，这是1条都没有。而且还刚开海捕鱼呢，都不知道这些老虎鱼是游到哪里去了呀！值钱的鱼货咋都不见了？刺豚鱼倒是来了一个哦，上一个网也是有2条刺豚鱼上来，这一个网倒是先来一个，但是刺豚鱼我们就不要了，把它放回海里面去。泥猛鱼倒还可以啊，且它小心一点。泥猛鱼没有鱼鳞啊，处理起来是比较容易的，但是它肚子发酵后会有点味道。
所以也把泥猛鱼叫做臭肚鱼。处理鱼的时候肚子要清洗干净。哟，还来了一条刺这么长的紫海胆哦。现在应该也是海胆的季节了。现在的海胆膏里面也是比较肥的。喜欢吃海胆刺身或者海胆蒸蛋的，就要趁这个季节了。海胆刺身吃起来味道是非常的鲜甜的哦。这一个网应该收了有个1/3上来了，收获目前也不算多吧，好像鱼货还没有上一个网多呢。不过不要紧啊，慢慢来，或许后面的鱼货会多一些呢，这都说不定的。小剥皮鱼看起来就是挺肥的。现在的剥皮鱼肚子是圆鼓鼓的，所以正当季鱼肯定够肥，不管怎么做都是挺好吃的。特别是剥皮鱼的鱼缸，吃起来是特别的香哦。来一条小石斑，是一条乌石斑哦，也不小了，应该是有个7、8两左右的。这里倒是上来2个刺豚鱼呢，能很明显的感觉到现在的风浪有加大的迹象啊。浪一打过来，风一吹过来，浪花都直接打到脸上了。呀，这里石头蟹倒是拉上来一只。加鲫鱼啊，这一个网的加鲫鱼就比较少了，好像上来也就几条而已，没有前面2个网那么多。能明显的听到这个风声变得很大了，突然来一点风浪，感觉就比较麻烦。但是海里面还有一个网啊，所以要加快一点速度拉网才行了。还好本来没准备在这边过夜啊。继续来一些小剥皮鱼啊，这些小剥皮鱼基本都是被人预定了，也不用养活它，等回去了直接把它处理掉，到时候把它那个皮给去掉，还有内脏给去掉就行了，直接速冻起来，速冻锁鲜好了就行啊。等冻硬了就可以给朋友货过去了。怎么说呢？现在这个季节的小剥皮还挺热销的，毕竟也是正当季，鱼够肥啊，而且是刚开海捕鱼，小剥皮的价格会低一点。等过段时间小剥皮数量少了，价格自然就会升高一些了。小剥皮每个地方它的价格都是不一样，特别是潮汕地区比较喜欢吃小剥皮鱼，所以很多别处地方的小剥皮都是卖来潮汕地区的。所以如果你们那个地方的小剥皮感觉比较便宜，也不用奇怪，就像是浙江的大黄鱼价格比较高一样，没必要感觉为什么你们那边便宜而我们这边又这么贵了。哦，来只龙虾，突然就来了一只龙虾，也算是值钱货了，今天的第一个值钱货啊。本来以为会有什么海虹帮什么的过来，结果却来了一只龙虾，真的倒没有想到这个位置还上来了一只小青龙啊，挺不错的哦。连老虎鱼什么的都没有啊，小青龙来一只，看一下后面还有没有吧。毕竟这一个网大概也就是拉了2/3左右吧，还有1/3的渔网没有拉上来，应该还会有一些渔获的吧。现在网也不整理了，先把这些网拉上来先，把渔获解出来啊，网就先放旁边，就先不整理了。毕竟风浪有加大的迹象，要加快点速度啊。把全部的网拉完之后，等回去了再一起整理就行了。突然有点风浪过来，倒是真的没有想到啊！天气预报明明显示今天特别的晴朗，也没有显示半夜有风浪过来啊。而且最近也是没有刮什么台风之类的啊。天气预报一直都是挺准的，突然今天就有点不准了，可能是有点风浪没有更新吧。因为外海这边没有网络啊，所以一般都是出海前就看好了，没有及时更新信息。可能天气预报后面有更新，而我们已经出海了就没有及时看到吧。所以应该是也不能怪天气预报了，只能怪我们信息发现的不及时。就好在今天的风浪来的也不大哦，加快一点速度拉网，然后早点回去规避这个风浪就行了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
这小青龙看着就真心不错，拿来煮面条或者煮个粥，味道应该不错的。现在的野生本港小青龙一斤不知道多少钱啊？休渔期前的时候一斤是有个200块钱左右呢，现在就不知道了。不过价格应该也相差不会太大的。很明显的就是这一个网的鱼货没有上一个网多哦。虽然有一只小青龙啊，但是价值上应该没有上一个网那么好啊。泥猛鱼上的倒也挺多的，小剥皮应该就没有上一个网多，还有加吉鱼、海鲤鱼什么的。这一个网也是没有海鲤鱼跟英哥鱼过来吧。但是小香头跟这个活点鱼倒是来了有一些哦。拉上来这一只就不知道是什么螃蟹了哦。八爪鱼啊！哦，是上来了一个八爪鱼，好像今天也没拉到几个八爪鱼吧。前面的2个网好像也有拉上来1个吧。还一直动的啊，感觉它都想钻出来呢。这一个网差不多也是接近尾声了，越拉越轻了，应该也就剩下1片渔网还是2片渔网而已了。网一不整理啊，拉网的速度也是特别的快。没办法啊，虽然突然有点风浪过来啊。这条海鲤鱼都被咬烂掉了。好的，然后这一个网也就拉完了，然后就准备过去拉这一趟外海捕鱼的最后一个网了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。最后一个网跟回去卖鱼的视频就下一期视频再分享给大家看。谢谢大家观看，我是南澳岛彪哥，还要请大家给我点点关注哦，观看下一期外海捕鱼跟卖鱼的环节哦。